男人洗澡时惊恐地发现，浴室里居然有一个女人在换衣服。谁？虽然明台第一时间就捂住了眼睛，表示自己什么都没看到，但女人却直接凌空一脚，紧接着便又给了他一套连招。而明台明知自己理亏，本不想对女人动手，可不料女人却不依不饶，打得他不得不开口求饶。别打了！我刚才什么都没看见，我现在什么都看见了。果然听到这话的女人立刻就停了下来，不过下一秒她却直接把明台踢飞出去。等明台起身准备找她理论的时候，不料这时女人已经穿好衣服走了出来。直到这一刻，明台才终于看清了女人的容貌，完全忘记了刚刚是对方打了自己，但女人却并没有搭理他，而是直接抬脚准备离开。明台见状赶紧追了上去，本打算利用自己的撩妹技术俘获女人的芳心，不料女人突然转头给了他一个眼神，就让明台瞬间不寒而栗，因为他从女人的眼里看到了所谓的杀气，所以灰头土脸的他也只好继续回去洗澡。可让他怎么都没想到的是，等他刚刚洗漱完毕，浴室里却又突然走进来3名壮汉，在确认了明台就是照片上的人后，二话不说就要带他离开。不明情况的明台见状也只好立即出手反击，可毕竟对方是3打1，明台很快就失去了优势。不过当他将毛巾打湿后，优势就立刻被他扳了回来，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让对方无法近身，而且还能当作武器进行打击。很快3人就被明台轻松制服。别打了！我们是来救你出去的，救！而另一边，狡猾的王天风根本就不知道已经有人潜伏了进来。不过正当他准备给总部打电话汇报工作的时候，电台那边却告诉他早上就与总部断开了联系。虽然对方一再表明技术人员正在维修，但警惕的王天风却还是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于是他立刻命令所有人员紧急集合。报告处长，明台的东西都在宿舍，可是人不在。这不禁让王天风认为明台已经被人救了出去。不过好在这时副官的一句话，让他立刻就想到了给他们送补给的车。拦住车！是，警员们！随后接到命令的士兵立刻将补给车给拦了下来。郭副官见状也立刻到车上寻找了起来，可他翻遍了所有的箱子，却并没有发现明台的身影。王天风看着车上3人满脸淤青的样子，便立刻就意识到对方肯定已经见到了明台。可现在既然明台没有出现在车上，那他到底是藏在了什么地方呢？而就在王天风也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不料这时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：叫什么日子？送补给呢？看着我干嘛？赶紧洗澡去。看到明台并没有打算离开的意思，王天风立刻就高兴的差点笑了出来。原来就在刚刚，虽然3人并没有直接说出派他们过来的人是谁，但明台便立刻就知道是自己的2个哥哥。不过他却表示会用自己的方式逃出这里，而此刻的他选择在关键时刻出现，目的也是为了不让王天风为难这些手下。很快营救失败的消息就传到了明楼这里，不过好在明台的掩护下，王天风并没有抓到他们的把柄，这让明楼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。不过他却并不打算就这样算了，而是准备利用自己的身份给王天风一个警告，那就是虽然自己人不在重庆，但一样能控制住他的通讯设备。而另一边的王天风眼看明台并没有离开的意思，于是便打算给他安排一个生死搭档。生死搭档，男的女的？这重要吗？重要，这关乎到我的学习动力。你的学习动力和她漂不漂亮有直接关系吗？然而让明台怎么都没想到的是，王天风说的生死搭档，居然就是那天在澡堂洗澡的女人于曼丽。